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在过去几年里 ，Redmi K 系列一直是性价比的最佳代名词，某几款产品甚至产品力远超小米自家的数字旗舰。在过去的好几年内，经常被市场称作是2、3千价位段最值得入手的手机，没有之一。但性价比这东西，并不是 Redmi 一家会做。iQOO 一家等品牌的崛起，给 Redmi 带来了不小压力，市场份额也被抢去不少。不过这也让全新的 Redmi K 系列在各方面都更受市场期待，希望它一定能够带来诚意更足、性价比更高的机型。正巧，根据知名数码爆料博主数码闲聊站和智慧皮卡丘的爆料来看， Redmi K60 系列的新成员 Redmi K60 Ultra 已经在来的路上，最快会在7月份跟我们见面。作为 K60 宇宙的最后一名成员， Redmi K60 Ultra 能否带领 Redmi 重回终端手机市场的顶峰？话不多说，马上和 Tiger 一起来盘。性能方面，由于发布时间较早， Redmi K60 系列吃了第二代骁龙8前期采购成本较高的亏，自然也会被后续推出的各类竞品暴打。而此次 Redmi 则是为 K60 Ultra 配备了联发科旗下最新的旗舰处理器天玑9200 Plus。天玑9200 Plus 由台积电4纳米制程工艺打造，由1颗 Cortex X3 超大核、3颗 Cortex A715 大核和4颗 Cortex A510 小核组成。CPU 主频分别是 3.35 GHz、3.0 GHz 和 2.0 GHz。相比前代处理器，天玑9200 Plus 的 CPU 大核提频 10%， 小核提频 11%， 单核性能提升 10%， 多核性能提升 5%。作为对比，目前主流旗舰所搭载的第二代骁龙8处理器是由1颗 Cortex X3 超大核、2颗 Cortex A715 大核、2颗 Cortex A710 大核和3颗 Cortex A510 小核组成，主频分别为 3.2 GHz、2.8 GHz 和 2.0 GHz。不难看出，在大核数量和主频方面，天玑9200 Plus 的数据表现是要优于骁龙最新旗舰的。不过具体的性能表现如何，就得等到实机评测了。不过让 Tiger 略微有些担心的是， Redmi 之前发布的多款搭载天玑处理器的机型，在市面上的口碑一直不算太好，屡次被消费者吐槽系统更新太慢，性能调度不够到位等。不知这一次 Redmi K60 Ultra 的表现能不能满足用户的期待。屏幕方面，其次是屏幕方面的改动， Redmi K60 和 K60 Pro 均搭载的是 2K 直屏，这也是 K60 系列的主打卖点之一。不过根据爆料来看， Redmi K60 Ultra 搭载的是一块 1.5K 分辨率的直屏，支持 144Hz 刷新率、HDR10 Plus 等，猜测应该是 Redmi K50 Ultra 的同款屏幕。虽说在清晰度上跟 2K 分辨率屏幕会有一定差距，但只要价格足够合理， 1080P 也会是真香机。另外像什么 50MP 大底主摄、5000毫安时电池、210瓦有线快充，自然也是一个都不会落下，整体配置还是相当有竞争力的。当然，之前的 K60 系列也存在缺陷， K60 Ultra 要想成为一款真正的水桶旗舰，就必须弥补这些小问题。例如 K60 系列上有些鸡肋的无线充电功能。对于 Tiger 来说，自己使用的手机可以没有出色的影像表现，可以没有旗舰的性能，但一定要支持无线充电功能。这种随手一放就能回血的体验真的是但用难回。但实际上大部分消费者并不会过于在意无线充电功能，尤其是那些主打性价比的机型，无线充电功能只能说是锦上添花，就算取消也不会有多少人反对。而且别忘了，虽然 Redmi K60 系列只支持30瓦的无线充电，但这绝对会增加手机的生产成本。说难听点， Redmi 完全可以拿采购无线充电线圈的钱去换成更大的电池、更薄的机身，或是更换成金属支架，这些才是 Redmi K 系列目标用户真正重视的点。因此 Tiger 大胆猜测， Redmi K60 Ultra 应该会取消无线充电功能，把省下来的这一部分成本用到刀刃上去。正巧网上爆料的 Redmi K60 Ultra 会彻底取消塑料支架的传闻，也验证了 Tiger 的猜想。说到底， Redmi K 系列作为走量的性价比机型，理应把每一分钱都花在用户能够明确感知到的点上。像无线充电这种功能，在某些消费者看来完全是鸡肋。至于最重要的价格方面，根据 Tiger 的预测， K60 Ultra 的起售价应该会在2999元上下，顶配的 16+1T 版本在3799元左右，当然也不排除首销会再便宜个200-300元的情况。手机迭代速度越来越快，是好是坏？
作为 Redmi K60 系列的第4位成员 ，Redmi K60 Ultra 大概率会是 K60 宇宙的收官之作。毕竟在今年10月底左右，第3代骁龙8处理器就要上市了，届时 K70 系列也差不多该面世了。对于 Tiger 这种数码发烧友来说，能看到新处理器固然是好事，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也是如此吗？近些年，除了苹果这位大哥外，几乎所有的手机厂商都在加快自己的产品迭代速度，甚至出现了一个系列1年迭代3次的情况。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显然不是好事。谁也不喜欢自己刚买没2个月的新机，一夜之间变成了老款。手机厂商肯定也懂这个道理，但日渐萎靡的手机市场和消费者越来越长的换机周期，让他们不得不使用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机海战术，希望能以此获得更好的销量表现。如今的手机厂商们恨不得把供应链昨天刚生产出的配件，今天就怼到手机上，哪怕只有 5% 的性能提升， 0.01% 的体验提升，也要重新另开一条生产线，再生产一台手机。如果你不做，但是别人做了，你在起跑线上就会输给别人，输多了自动出局。至于之后的手机市场节奏还会不会越来越快，Tiger 个人认为应该会逐步放慢。前2年安卓手机在高端市场的失利，让市场和消费者对安卓手机失去信心，转身投入了苹果的怀抱。不过好在近2年的第1代骁龙8 Plus 和第2代骁龙8已经逐步挽回了部分消费者，只要高通和联发科的芯片不出什么幺蛾子，安卓手机能够逐渐找回属于自己的场子，自然也会放慢研发新机的脚步。不得不说，如今的终端手机市场已经卷成了麻花，每家厂商都想在有限的预算中把产品做到最好。相信 Redmi K60 Ultra 的出现能够进一步稳固 Redmi 在终端手机市场的地位，至于能否成功，就看 Redmi 会怎么定价了。那么问题来了， Redmi K60 Ultra 能否带领 Redmi 重回终端手机市场的顶峰？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